威尔和他的父亲爱德华很久没有说话了。在威尔的婚礼上，大嘴父亲再次不厌其烦地讲起了威尔出生时的故事。他说，那一天他抓到了一条大鱼，从大鱼嘴里找回了丢失的金戒指。这故事也被他重复了很多年，在相同或不同的地方，对着相同或不同的人。威尔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愤然离开。他认为父亲就是为了哗众取宠才编造这么多虚假无聊的故事。在一阵争执之后，他离开了父亲，再也没有和他说一句话。3年后，他得到了父亲即将离世的消息，他的眼前闪回着当年父亲讲过的一切。小的时候，父亲和小伙伴从一个女巫眼里看到了每个人的死因，他讲到了其他人的死，而对自己的死却从来没有提起。然后他开始突然长大，由于速度太快，不得不在家的床上躺了好几年。在父亲自己的嘴里，他是天才的小发明家、超级运动家、救火英雄。一天，镇上来了个巨人，搅得小镇鸡犬不宁。又是他自告奋勇，不光解除了巨人对小镇的威胁，还说服巨人和自己一起离开小镇，到外面的世界闯荡。在一个路口，巨人选择了大路，而他选择了小径。在一个童话般的小镇，一个小姑娘把她的鞋挂到了电线上，不让她离开。那里的人生活无忧无虑，但他最终独自离开。巨人在马戏团找了个工作，他则爱上了一个陌生女孩。为了能知道女孩的消息，他主动替马戏团主免费干活，而马戏团主每月吐露一条他心爱姑娘的信息。终于，爱德华到了大学，找到了女孩，用各种方式向她求爱。在被女孩未婚夫殴打之后，女孩选择了与他结婚。这个美丽的女孩就是威尔的母亲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尚未痊愈便收到了征兵的通知。在战场上，他深入虎穴，英勇无敌，在连体姐妹的帮助下大获全胜，并且带着姐妹俩乘船逃离。军队没有他的消息，便下达了死亡通知。没想到不久之后，他健康地回来了。然后他便开始做起了推销工作，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。最终，在爱德华的努力下，一家人住上了大房子。威尔和妻子乘飞机回到了父亲身边。儿媳妇很喜欢听爱德华讲这些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，但儿子不以为然。当妻子问威尔为什么对父亲这样时，威尔说：“他从没给我讲过一件真实的事情，那些故事从来没有发生过，都是假的。”但那很浪漫，妻子说：“他是你父亲，但你真正了解他吗？”在妻子建议下，儿子和父亲进行了一次深入长谈。谈话的氛围并不愉快。儿子表示自己只是知道父亲人生的一小部分，就像冰山的一角，真正的父亲无从了解。当父亲反驳时，儿子冲动地说：“我不知道你是谁，因为你从来没有告诉我实话。”“我跟你讲的够多了。”父亲说，“我讲了所有的故事。”儿子毫不示弱，他说：“你说的都是谎言。从5岁到现在，你都在重复相同的故事。童年的时候我还相信过你，后来发现都是假的，和圣诞老人、复活节的兔子一样。现在我自己的孩子即将出生，如果他不了解我，我将很痛苦。”威尔要求父亲不要再装模作样了，要做真实的自己。父亲说：“我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自己，我是真实的，但你看不出来，这不是我的错，这是你的问题。”谈话不欢而散。在收拾小破屋子时，威尔发现了父亲当年的阵亡通知，还看到了他做推销员时推销的办公用具。突然，威尔看到了一个信托协议，签名是珍妮·希尔，上面写着地址。于是威尔开车前往，见到了那个女人。威尔直接问女人是否和父亲有过暧昧关系，因为他一直觉得父亲离家做生意时背叛过母亲。当珍妮得知威尔的父亲即将离世的时候，她陷入了悲伤。“你对你的父亲有误解。”珍妮说，“也许改变这些是很难的。”威尔辩解道，“父亲说了很多没有做过的事情，那他肯定也做了很多不曾提及的事。”珍妮说，“我必须明确地告诉你，你的父亲从来没想到过在这里停留。他只来过2次，一次来早了，一次来晚了。第一次他是偶然闯入，第2次遇到风暴流落到了这里。那时候小镇面目全非，
为了拯救小镇居民的生活，爱德华决定买下此镇进行重建。当珍妮问他为什么不买跑车去买小镇时，爱德华说能够帮助别人，这令他感到高兴。直到此时，爱德华才意识到珍妮就是当年那个把他的鞋丢到电线上的小女孩。他等着自己长大，希望能嫁给爱德华，但爱德华来晚了，珍妮已经嫁人，生活不幸。珍妮想留下他，他拒绝了。他说自己很爱妻子，妻子是他唯一的爱。在他离开前的一刻，珍妮最终签约，把房子卖给了爱德华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来过。珍妮说，对你的父亲来说，世界上只有2种女人，你的母亲和其他女人。我在她的虚构的世界，而你，威尔，在她真正的生活中。威尔回到家，发现人去床空，父亲中风住院了。威尔赶到医院，决定留下来陪伴父亲。医生和威尔聊起了当年威尔出生时的故事。当时威尔母亲早产，下午3点被人用车载到了医院。那天威尔的父亲出门做生意了。医生说这是真实的故事，不是你父亲钓到大鱼得到金戒指的那个版本。我会选择相信真实的版本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大鱼的版本，相信哪个这是每个人的选择。威尔说我喜欢你的版本，但实际他的内心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。半夜父亲憋醒了，父亲说看到了河，让儿子告诉他自己是怎样死的。看到父亲眼中含泪的时候，儿子突然受到了触动，深情地讲起了父亲死去的故事。儿子说，在医院我一早醒来，看到你状态很好，你拔掉了管子冲出了医院。我们2人驾车飞奔，路上拥堵，但没有关系，有巨人开路。父亲听着儿子的讲述，眼中含着欣喜和感动的泪水。于是儿子继续讲了下去。我们开车赶往大河，一路飞车。到了河边，我从车里把你抱了下来，每个人都在河边迎接你了，他们都满脸欢笑，和你打着招呼。他们是你各个人生阶段的好朋友，都来和你告别。河水中，母亲已经盛装站在那里，等待着你，等待着她最爱的人。你从嘴里掏出金戒指，递到了母亲的手里。我抱着你到了河中央，将你放到水中，你变成了一条大鱼，迅速离开了。父亲对儿子设计的人生结尾很满意，微笑着离开人世。在父亲的葬礼上，儿子看到了父亲故事里讲到过的所有的人，巨人、诗人、孪生姐妹、马戏团主，他们都面带微笑，谈论着那个生前给他们带来无数欢笑的朋友。他们都是鲜活的、真实的。大鱼是什么？大鱼是父亲和父爱。父亲就像大鱼，父爱就像大鱼，虽在身边却无法看见。父子之间的误解与信任有关。在做儿子的时候，我们反抗父亲；当我们做了父亲，我们发现我们未必会做得比他更好。我们永远都在父亲离开的时候才发现，我们生命中曾经有过一条大鱼。大鱼是我们的梦想。在这个世界，我们虽然是条小鱼，但心中有条大鱼，像爱德华一样，离开小地方到更大的世界，收获更丰富的传奇人生。大鱼是生活的乐趣。一个人不停地讲述自己的故事，最后他自己也成了故事本身。每天开开心心做一个有趣的人，一个生活之海中的大鱼。大鱼是一种生活态度。生活是平淡的，甚至乏味的，但这并不是生活的全部。生活也有一个充满大鱼的、充满了惊喜和传奇的版本。至于你相信哪个，愿意讲述哪个，这是你的选择，也是你的人生态度。总之，大鱼是平淡生活下的诗意，一个有大鱼的人生才更有意义。感谢您的收看，补光说影为您分享好的电影、好的故事，感受不一样的人生。喜欢的话，请订阅、收藏并点赞。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动力。我们下期见。